有這麼一個故事，有一個小男孩，他全家人都被敌人給殺光了，只剩下了他一个。一匹母狼救了他，把他給養大了，後來還跟他生下了10幾個孩子，其中一個叫阿史那。他呀帶着族人躲進了阿爾泰山深處，靠給人打鐵為生。他們的後代就是突厥人。這不是什麼民間野史啊，它還被正兒八經地記錄在了中國的州書裡頭。而在今天的土耳其，很多人會非常認真地告訴你，我們就是狼的後代，我們的根在中亞，在蒙古高原，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國北方的草原。這事兒靠譜嗎？歡迎來到壁話太多，我是三太。在你準備放鬆之前，先點個讚，點下訂閱吧。更需要你點擊熱推，送出 Hype 積分。壁話太多，需要你的支持和蓄能。好，讓我們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今天這個話題啊，在網上吵了有很多年了。土耳其人到底是不是中國古代突厥人的後代呢？你去問一個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他會拍着胸脯跟你說，那當然是，我們的祖先從蒙古高原一路騎馬打到了伊斯坦布爾，這是一段光榮的西征史。那你去問一個希臘人呢，他可能會說，哎，得了吧你們啊，就是換了語言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這兩邊啊都特別有底氣，但誰也說服不了誰。這事兒擱在以前，確實只能各說各的話，誰嗓門大誰就有理，誰寫的歷史教科書那就誰說了算。但我們現在是活在一個有 DNA 檢測技術的年代，基因不站隊，不講政治，不在乎你的民族感情，它就在你的細胞裡安安靜靜地待着。過去20年裡，已經有大量的分子人類學研究對現代土耳其人做了非常全面的基因採樣和分析。可結果呢，說出來可能讓你有點意外。答案啊，既不是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想要的那個版本，也不完全是希臘人說的那樣。真相落在了一個很微妙的中間地帶。但要真正搞懂這個答案，我們沒法直接跳到 DNA 數據那一步，我們得先倒回去，回到最開始的時候，搞清楚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突厥人到底是誰？他們從哪兒冒出來的？他們是怎麼從阿爾泰山腳下，從一群替人打鐵的小部落，一步步變成影響了半個地球的超級力量？這條線索一旦拉起來，你會發現它串起了整個歐亞大陸近1500年的歷史。從中國的北魏、隋唐，到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再到拜占庭、十字軍東征，最後收束在今天伊斯坦布爾清晨的街頭。一個土耳其大叔端着一杯紅茶，坐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上曬太陽。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上可能流着3-4個古老文明混在一起的血。這不是一段簡單的民族遷徙史，這是人類歷史上跨度最長、最複雜的一次身份變形記。而這一切的起點就在中國。公元6世紀，中國北方的草原上有一個龐大的游牧帝國，叫柔然。你可能沒怎麼聽說過這個名字，但他當時就是蒙古高原上的老大，誰都得給他面子。柔然汗國統治着從東北到中亞的一大片草地，底下管着一堆大大小小的附屬部落，其中有一群人窩在阿爾泰山南麓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裡，專門給柔然人打鐵、煉金屬、做兵器。這群人就是突厥人。突厥這個詞兒最早出現在中國的史書裡，周書啊，還有北史都有記載，說他們是什麼呢？說他們是雜胡，意思就是北方各種游牧族群混在一起的那種。他們的首領姓阿史那，這個族群不大，地位也很低，在柔然人眼裡，他們就是高原上的一個打工族，你老老實實幹活就行了，別有什麼其他的想法。但你要知道，在草原上會打鐵的人那可不得了，
鐵在游牧世界裡是硬通貨，你有鐵，你就有刀，就有箭頭，就有馬鐙，就有護甲片。誰控制了鐵的供應，誰就捏住了整條草原的命脈。突厥人天天跟鐵打交道，他們太清楚這玩意兒的價值了。而且打鐵這個活兒，它需要組織和分工，還需要紀律。你不能一群人亂哄哄的上去往爐子邊上湊，那得燙死人。所以啊，突厥人雖然少，但他們內部的組織能力和凝聚力，從一開始就跟其他散漫的游牧部落不太一樣。公元5世紀末到6世紀初，柔然汗國的内部呢開始出現了問題，高層爭權，底下離心，整個帝國的控制力都在鬆動。突厥人啊，就是在這個縫隙裡嗅到了機會。他們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首領叫土門，也有人叫他伊力可汗。這個人很有眼光，他幹了一件事兒，先不急着跟柔然翻臉，而是先把周邊那些同樣對柔然不滿的小部落拉攏過來，一個個吃掉，壯大自己。等到他手上有了5萬丈以上的兵力，他才正式向柔然發出了一個信號。他派人去向柔然可汗求婚，想娶可汗的女兒。你要知道，在草原政治裡，求婚就是一種試探。你給不給我面子？你承不承認我的地位？柔然可汗一听，當時就氣炸了。你一個打鐵的奴隸也敢來求婚？他回了一句據說當時特別難聽的話，大概意思就是你有什麼資格？這句話成了突厥崛起的導火索。土門大怒，直接殺掉了柔然的使者，然後迅速跟中原的西魏政權結盟。西魏的宇文泰呢，倒是很痛快啊，把一位公主嫁給了土門。這門婚事的意義是什麼？它意味着中原帝國正式承認了突厥作為草原上一支獨立力量的合法地位。公元552年，土門發兵攻打柔然，那一仗，柔然可汗兵敗自殺。一個稱霸草原近200年的帝國，在短短幾年之內就徹底崩盤了。突厥人踩着柔然的屍骨，站上了蒙古高原的最高處。一個打鐵的小部落，就這樣翻身做了草原的主人。而這僅僅只是開始。土門滅掉柔然之後沒多久就死了，但他留下了一個極其強悍的家族班底。他弟弟石典密接過了西邊的地盤，他兒子呢接管了東邊，兩邊一起往外擴。那個速度有多快啊！從公元552年滅柔然算起，不到20年，突厥汗国的版圖就從東邊的大兴安里一直延伸到西邊的里海，甚至碰到了拜占庭帝國的邊界。你站在地圖前把這段距離拉一拉，差不多橫跨了整個亞洲大陸的北半截。這是人類歷史上速度最快的帝國擴張。一群剛從鐵匠鋪出來的人，突然變成了整個歐亞草原的話事人。東邊跟中國打交道，西邊跟波斯人做生意，中間控制着絲綢之路上最肥的那幾段商道。你從中國長安發出去的一批絲綢，走陆路到地中海，中間得經過突厥人的地盤，得給人家交過路費。光這一項就足夠讓突厥可汗過得相當滋潤了。但草原帝国啊，有個老毛病，它膨脹的有多快，內部裂縫就來得有多早。突厥汗國從一開始就有東西2個權力中心，東邊的大可汗名義上是老大，西邊的呢是葉護可汗。實際上這兩邊都是各幹各的，兩邊表面是一家人，暗地裡誰也不服誰。這種結構啊，在創業階段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兒，一旦進入守成階段，那就立刻開始互相拆台了。而在突厥的南邊，中國這邊也沒閒着。那個年代正好是南北朝末期到隋朝初期，中原自己也在經歷着一場大整合。北周滅北齐，
然後是楊堅篡了北周，建立隋朝，緊接着又滅了南陳，統一天下。中原一旦統一，對付草原的手段立刻就從被動防守变成了主動出擊加政治离間。隋文帝楊堅對付突厥的那個招數特別的老練，他一邊在邊境屯重兵，一邊不停地在突厥內部搞分化。今天拉攏這個小可汗，明天給那個部落的首領送個禮物，分個官，嫁公主。你跟大可汗鬧矛盾了，沒關係，來投靠我，我罩着你。這套組合拳打下來，突厥內部的裂縫被撬得越來越大。公元583年，突厥汗國正式分裂成東突厥和西突厥。這件事的根子那當然是突厥人自己內部的權力鬥爭，但隋朝在背後推了關鍵的一把。從此以後，東西突厥再也沒有能真正合體過，一個統一的超級草原帝國變成了兩個互相猜忌，偶爾還互相捅刀子的中等強國。而在這個時候，中國歷史上最能打也最會玩政治的一個朝代正在醞釀登場，那就是唐朝。突厥人即將面對的是一個比隋朝更難纏、更有耐心、手段也更豐富的对手。草原的黃金時代正在倒計時。唐朝剛建國的時候其實是很狼狽的。公元618年，李元稱帝，屁股還沒在長安坐熱，東突厥的颉利可汗就帶着大軍壓到了家門口，那個場面就太難看了。公元626年，李世民剛剛通過玄武門之變幹掉了自己的兄弟，逼老爸退位，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兒，颉利可汗的騎兵就殺到了渭水邊上，距離長安城不到40里。當時唐朝能調動的兵力嚴重不足，李世民做了一個讓後人反覆爭論的決定，他親自騎馬到渭水橋頭，跟颉利可汗隔河對話，然後送上了大量的金帛財物，突厥人這才退兵。這就是著名的渭水之盟，說好聽點叫談判，說難聽點就是花錢買平安。李世民後來自己都說過，這是他一生中最屈辱的時刻。但這個人厲害就厲害在他把這口氣給咽下去了，然後用了整整3年的時間悶頭練兵搞經濟，拉攏突厥內部的反對派。這個機會來得比預想中要快。公元627到628年，草原上連續遭遇特大暴風雪，牛羊凍死無數，東突厥內部餓殍遍野。颉利可汗的統治本來就是靠武力來維持的，一旦沒了物資，底下的部落紛紛跑路。薛延陀和回纥都叛變了，契丹也跑了。对，這個回纥就是維吾爾族的祖先。後面是回纥可汗上表唐朝，正式申請將族名改為回鹘。當時整個東突厥就像一棟被白蟻蛀空的房子，外面看着還行，其實裡頭早已經撐不住了。公元630年，李世民下令出擊，大將李靖率領3000精銳騎兵，趁着一個大雪夜，直接奔襲颉利可汗的牙帳。颉利可汗壓根兒就沒想到唐軍敢在這種天氣長途突襲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一路潰逃之後呢，他最終被唐軍俘虜，押到了長安，東突厥汗國滅了。這一年距離渭水之盟才過了4年，李世民從被人堵在家門口要保護費，到把對方的老大抓回來當俘虜，只用了4年。你不得不承認，這個人的戰略定力和執行力確實是頂級的。東突厥滅亡之後，大量突厥部眾被安置在唐朝北方的邊境地區。李世民呢，對他们採取了一種相當開放的政策，沒有搞趕盡殺絕那一套。不少突厥貴族還被封了官，進了唐軍體系，甚至做到了將軍級別。當時走在長安城裡的街上，
你能看到各種突厥面孔的官員和武將，跟漢人同朝為官，吃一樣的飯，喝一樣的酒。這種包容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是非常罕見的。那些草原上的部落首領们送給李世民一个稱號，叫天可汗，意思是他既是中原的皇帝，也是草原的大汗。東突厥的故事暫時告一段落，但西突厥呢？他們還活着，而且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東突厥的終點在長安的宮殿裡，而西突厥的終點則在更遠的西方。西突厥的結局來得稍晚一些，但套路都差不多。公元657年，唐高宗派蘇定方率軍西征，在中亞的碎葉水一帶徹底擊敗了西突厥最後一任可汗阿史那赫魯。西突厥汗國就此畫上了句號。從東到西，兩個突厥汗國都倒在了唐朝的手上。如果你只看政治地圖，你会覺得突厥人這下完了，徹底完了，消失了，退出歷史舞台了。但這個事實啊，恰恰相反。突厥人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確實沒了，但作為人群，他們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像蒲公英一樣，被這陣風吹散之後，那種子散得到處都是。你得理解草原政治的一個基本邏輯，在游牧世界裡，一個汗國被滅掉的只是上面那個統治家族和他的權力結構，底下那些放牧的、趕牛的、住帳篷的普通牧民，他們還在，他們會被新的主人收編，或者趁亂跑掉，投靠別人，又或者呢，幾個部落合在一起，重新搞出一個新的招牌，名字變了，但人還是那些人，語言呢還是那些語言。東突厥滅亡之後，突厥系統的部落分化出了好幾個重要分支，最有名的一個叫回鶻，後來建立了回鶻汗國，成了唐朝中後期在草原上最重要的盟友。安史之亂的時候啊，回鶻人還出兵幫唐軍收復了長安和洛陽。那麼另外一支呢，叫夏迦斯，後來滅掉了回鶻，在蒙古高原上也風光過一陣兒。還有契古、薛延陀這些名字，史書裡啊零零碎碎的也冒出來過，那其實都是原來突厥體系下面各個部落的延續。西突厥那邊分化出來的支系更關鍵，因為啊他們往西走了，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支，一支呢叫格羅路，這個部落後來在中亞佔了一大塊地盤，在達羅斯之戰中還扮演了一個很關鍵的角色。另外一支叫烏古斯，請你記住這些名字，因為接下來的整個故事主線都跟他們有關。烏古斯是西突厥解體之後，在中亞草原上重新聚合起來的一個大型部落聯盟。他們說突厥語，保留着突厥人的游牧傳統和軍事組織方式，但在政治上已經不再屬於任何一個叫突厥的汗國了。他們開始沿着希爾河流域活動，跟波斯人做鄰居，跟阿拉伯人打交道，慢慢接觸到了一個全新的文明體系，就是伊斯蘭教。突厥這個名字在唐朝的史書裡出現的次數那是越來越少了，但突厥的血脈和語言正在以一種全新的形態朝着更西的方向蔓延。那些騎着馬離開蒙古高原的人，他們的後代將在幾百年後敲開一扇改變世界格局的大門。在突厥帝國崩塌之後呢，散落出去的那些部落啊，絕大多數你現在都已經叫不出名字了。他們要麼被別的族群給吞併了，要麼慢慢融化在歷史的沙漠裡，連個影子都沒留下。但烏古斯人不一樣，他們不光活了下來，而且越活越壯。如果你今天去問一個歷史學家，現代土耳其人最直接的祖先是誰？10個裡面有9個會給你同一個答案，就是烏古斯。
烏古斯這個名字啊，在不同的文獻裡面有不同的拼法。中國史書裡有時候把他們歸進鐵勒這個大類裡面。這名字啊亂歸亂，但都指的是同一群人，一個由24個部落組成的龐大游牧聯盟，說突厥語，住在希爾河和咸海周圍的廣袤草原上。24這個數字很重要，烏古斯人自己有一套完整的起源傳說，說他們的始祖烏古斯可汗生了6個兒子，每個兒子又生了4個兒子，加起來正好是24個孫子，每個孫子对應一個部落。這套故事你信不信無所謂，關鍵是它說明了一件事兒：烏古斯人有很強的族群認同意識，他們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內部有多少支，知道彼此之間的等級和排列順序。這種組織性在散漫的游牧世界裡是很少見的。公元8世紀到10世紀，烏古斯人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中亞，也就是今天哈薩克斯坦南部和烏茲別克斯坦一帶。他們的日常生活跟其他游牧民族差不多，就是放羊、放馬、趕駱駝，沿着季節的變化，在不同的牧場之間轉場。但他們有一個別的游牧部落沒有的優勢，他們剛好卡在絲綢之路的中段上。這意味着他們不光能放牧，還能做中間商。你像東邊來的这個絲綢、瓷器、茶葉，西邊來的這個香料、金銀、玻璃器皿，那都得從他們控制的地盤經過。你可以打劫，也可以收稅，還可以自己參與買賣。烏古斯人這3樣他全幹，這讓他們積累了遠超普通游牧部落的財富和見識。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開始跟南邊的波斯文明發生越來越深的接觸。波斯商人來做生意，波斯學者帶來了文字和知識，而最重要的是，波斯世界的大門後面站着一個正在快速擴張的宗教，就是伊斯蘭教。公元10世紀前後，烏古斯部落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皈依伊斯蘭教，這是一個長達幾代人的漸進過程。但這一步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的走向，因為你一旦成了穆斯林，你就跟整個伊斯蘭世界接上軌了。你可以進入波斯人的世界，你可以跟阿拉伯帝國打交道，還可以用信仰作為通行證走進一個比草原大得多的世界。在這個24個烏古斯部落中間，有一個叫克尼克的部落，這個部落裡有一個家族即將登上歷史舞台，他們的族長名叫塞爾柱，建立起的龐大帝國叫塞爾柱帝國。塞爾柱這個人大約活躍在公元10世紀後半葉，他原本是烏古斯葉護麾下的一個軍事將領。這個葉護啊，就是當時政權裡的高級官號，地位呢僅次於可汗。後來塞爾柱跟葉護給鬧翻了，原因不太明確，有的說法是政治分歧，有的說是權力鬥爭。總之，他帶着自己的家族和追隨者脫離了烏古斯聯盟，南遷到了希爾河下游，靠近詹地城一帶。這個詹地城呢，就在今天哈薩克斯坦境內。然後啊，他做了一個意義深遠的決定，全族皈依伊斯蘭教。這步棋走得太聰明了。你想想看，一個游牧部落離開了自己原來的聯盟，跑到了另一個文明的邊緣地帶討生活，你靠什麼站得住腳？靠拳頭可以管住一時，但不長久呀。靠信仰就不一樣了，你皈依伊斯蘭教，你就立刻從蠻族變成了兄弟。波斯人的城市對你打開大門，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網絡你也能搭得上線。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合法的以信仰的名義組織軍事力量，打仗呢叫聖戰，搶地盤叫保衛信仰。塞爾柱本人沒來得及看到家族的全盛期就給去世了，但他的孫子輩出了2個極其厲害的人物，一個叫圖格魯勒，一個叫恰格里。這兄弟倆在公元11世紀初
帶着塞爾柱家族的軍隊，開始了一場讓整個中東都措不及手的擴張。他們首先南下進入波斯，當時波斯地區的政治格局非常碎片化，各種地方小王朝林立，相互搶地盤，誰也統一不了誰。塞爾柱人的騎兵一到，這些小政權呢，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接連倒下。公元1038年前後，图格魯勒佔領了呼羅珊地區，也就是今天伊朗的東北部和阿富汗的一部分，正式建立了塞爾柱帝國的根基。但图格魯勒的野心遠不止於此他的目標是巴格達。巴格達當時是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名義上是整個遜尼派伊斯蘭世界的政治中心，但實際上阿巴斯哈里发已經當了很久的傀儡了，實權被一個叫布維希的什葉派軍閥家族把持着。哈里发自己過得憋屈極了，天天被人架空，想幹什麼都幹不了。公元1055年，图格魯勒率軍進入巴格達，他沒有推翻哈里发，恰恰相反，他打的旗號是解放哈里发，把布維希家族趕走，幫哈里发重掌權力。哈里发那個感激涕零給圖格魯勒一個極其尊貴的頭銜，叫蘇丹。蘇丹的意思那就是權威是伊斯蘭國家中對君主或最高統治者的稱號。從此以後，塞爾柱家族就以蘇丹自居，成了伊斯蘭世界事實上的最高世俗統治者。哈里发管宗教，蘇丹管打仗和治國，兩邊各管一攤。你仔細想想這事兒，其實挺有意思的。一群從中亞草原過來的突厥牧民，皈依伊斯蘭教也就100來年，文化水平跟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比起來，那差得老遠了。結果反倒騎到了整個伊斯蘭文明的頭上。這在當時的阿拉伯知識分子看來，那簡直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事情。但現實就是這麼殘酷，拳頭硬的人說了算，從古至今一直都是這樣。拿下巴格達之後呢，塞爾柱人的目光繼續往西移，他們已經看到了另一個目標，拜占庭帝國控制下的安納托利亞。那片土地上有肥沃的農田，有溫暖的氣候，古老的城市。這對於一群在草原上吹了幾百年冷風的人來說，那裡簡直就是天堂。1071年8月26日，在今天土耳其東部一個叫曼奇科爾特的地方，發生了一場戰役。這場戰役的規模放在世界軍事史上算不上最大的，持續時間呢也不長，大概也就是1個下午的事兒。但它的後果直接改寫了整個中東和地中海地區往後1000年的歷史走向。毫不誇張地說，今天土耳其這個國家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那個下午。故事的2個主角，一邊是拜占庭皇帝羅曼努斯4世，另一邊是塞爾柱蘇丹阿爾普阿爾斯蘭。名字都很長，但你只需要記住一件事，一個是當時地中海世界最強大的基督教帝國的最高領袖，另一個是剛剛統一了中東的突厥人頭目。2個大佬親自上陣，賭注是一整片大陸。羅曼努斯4世帶着一支號稱10幾萬人的大軍從君士坦丁堡出發，目的是把在安納托利亞東部邊境不斷騷擾搶掠的突厥游牧騎兵徹底清除掉。在他看來，這些突厥人就是一群草原來的流寇，正規軍一到就該散了。但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嚴重低估了對手。阿爾普阿爾斯蘭的軍隊人數呢，比拜占庭少，大約也就在2-3萬人左右。但這些人幾乎全是騎兵，機動性極強，從小在馬背上長大，劍術精湛。更要命的是阿爾斯蘭非常善於用草原民族最拿手的那套戰術，偽裝敗退，拉長敵人的戰線，然後突然回頭包抄。戰鬥開始後，羅曼努斯指揮拜占庭主力正面推進，前半段呢打得還不錯，突厥騎兵節節後退，看起來呢像是要跑了。羅曼努斯是越追越深，戰線越拉越長。
他沒注意到一件事兒，他的後軍指揮官安多羅尼庫斯·杜卡斯在關鍵時刻帶着後衛部隊撤離了戰場。有人說杜卡斯是怯戰，也有人說他是故意的，因為他跟羅曼努斯有政治矛盾。不管原因是什麼，結果是拜占庭軍隊突然變成了一支沒有後援的孤軍。然後突厥騎兵突然掉頭了，從兩翼和後方同時合圍上來，把拜占庭的主力部隊包了個嚴嚴實實。羅曼努斯的軍隊在混亂中崩潰，皇帝本人戰鬥到了最後，受傷被俘。一個拜占庭皇帝活生生的被突厥人抓住了。這在整個拜占庭歷史上那是相當屈辱的。有意思的是，阿爾斯蘭對待這位俘虜皇帝相當體面，他沒有殺他，没有公開羞辱他，反而以禮相待，談了個條件呢，就把他給放回去了。阿爾斯蘭当時的主要精力呢，還放在跟埃及的法蒂玛王朝爭夺敘利亞，他並沒有打算親自去征服安納托利亞。但問題是，羅曼努斯回到君士坦丁堡之後，立刻被政敌推翻了。拜占庭內部陷入了長期的內戰和混亂，安納托利亞東部和中部的防線徹底癱瘓。門開了，但沒人來關。突厥的各部落首領和軍事冒險家一看，這片富饒的土地居然沒人管，那還等什麼呢？他們就像潮水一樣湧進了安納托利亞的高原。這是一次混亂的、零散的、持續了幾十年的游牧民族大遷入。他們來了，扎下了帳篷，占了牧場，然後就再也沒走。那些湧進安納托利亞的突厥牧民們可能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就是這片土地上原來住的都是什麼人？他們只知道這裡的草比中亞的好，水比希尔喝的甜，冬天沒有蒙古高原那種能凍死人的暴風雪，但他们腳下踩着的是一塊已經被人類文明反覆耕耘了幾千年的老地方。安納托利亞這個地名呢，來自希臘語，意思是日出之地，它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最早被開發的地區。你如果把時間往回撥個9000年，這片土地上就已經有了定居的農業社區。加泰土丘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城鎮遺址，就在安納托利亞中部。那裡的人在公元前7000年就住上了密密麻麻的土磚房子，牆上還畫着壁畫，牛頭掛在牆上當裝飾，比金字塔都早了4-5千年。你再往後數，公元前2000年左右，赫梯人在安納托利亞建立了一個青銅時代的大帝國。這幫人厲害到什麼程度啊？他們跟古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硬碰硬的打了一仗，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卡迭什戰役。然後兩邊簽訂了人類歷史上第一份有文字記錄的和平條約。赫梯人滅亡之後呢，弗里吉亞人和綠底亞人來了。綠底亞人甚至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屬鑄幣，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了標準化的錢。然後呢，是希臘人。公元前1000年左右開始，希臘城邦就在安納托利亞的西海岸建立了大量殖民地，以弗所、密里都、哈利卡納蘇斯，這些名字呢，你可能在歷史課本上都見過，他們全都在安納托利亞。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的對手普羅泰戈拉就出生在安納托利亞。西方哲學和科學的好幾條根兒都扎在這片土地裡。再後來，波斯帝國來了，亞歷山大大帝来了，羅馬人來了。安納托利亞成了羅馬帝國最重要的核心行省。羅馬帝國分裂之後呢，東邊那一半，也就是拜占庭帝國，直接把安納托利亞當成了自己的心臟地帶。君士坦丁堡雖然是首都，但安納托利亞才是帝國真正的糧倉、兵源地和採水基地。到了突厥人敲門的公元11世紀，安納托利亞的人口構成大致是這樣的：西部和沿海地區主要是希臘語人口，信東正教；東部有大量的亞美尼亞人，也信基督教，
但屬於自己獨立的亞美尼亞教會。中部和東南部還有庫爾德人、敘利亞語族群、格魯吉亞人，零零星星地分布在各個山谷和高原上。這些人世世代代住在這裡，種地、建城、修教堂、釀葡萄酒，那日子過得安安穩穩的。這就是突厥人走進來的時候，安納托利亞的底色。幾千年的文明一層疊一層，從赫梯到希臘，到羅馬，再到拜占庭，每一層都留下了基因。這些基因不會因為換了個統治者就消失了，他們一直在那裡，安安靜靜地藏在每一個人的細胞核裡，等着幾百年後的 DNA 實驗室把它們重新讀出來。這就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突厥人進入安納托利亞的時候，到底來了多少人呢？這個數字沒有精確的記錄，但歷史學家們根據各種間接證據做過推算。比較主流的估計是，從曼契科爾特之戰到13世紀蒙古人入侵這100多年間，陸續遷入安納托利亞的突厥游牧人口大概在幾十萬到100萬之間，而同一時期安納托利亞的原住民人口保守估計在500萬到800萬左右。你算一下這個比例就知道了，突厥人是絕對的少數，可能連總人口的15%都不到。但就是這個少數群體，在接下來的幾百年裡，把整個安納托利亞從一個希臘語基督教的地方變成了一個突厥語伊斯蘭教的地方。這件事兒在人類歷史上並不是孤立，但安納托利亞是規模最大、最徹底的案例。這事兒是怎麼發生的呢？首先是通婚。突厥牧民進入安納托利亞的時候，帶的女性遠少於男性。打仗、遷徙、游牧這些活動天然就是以年輕男性為主，所以突厥男人到了新地盤之後，大量娶了当地的希臘、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的女性。這就是最樸素的現實需求。你得成家，你得生孩子，你身邊能找到的女人那就是当地人。而在伊斯蘭教的規則下，穆斯林男性娶基督教女性是被允許的，孩子跟父親的信仰走，算穆斯林，說突厥語。雖然他們身上一半的基因來自安納托利亞的原住民，一代人下來，這些混血的孩子在文化認同上就已經是突厥人了。然後是宗教轉化，這是一個更慢但影響更深遠的過程。突厥人建立的各種小政權在安納托利亞站穩腳跟之後，逐漸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社会規則。穆斯林在稅收和法律地位還有社会流动性上都有優勢。基督教不是不能活，但你要交這個額外的人頭稅，叫吉茲亞。在政治上基本是沒有上升空間的，你的教堂不能修新的，舊的壞了想修起来也困难。這種制度性的壓力不會在一夜之間讓人改信仰，但放在幾代人的时間尺度上，效果是驚人的。你爺爺那代可能還堅持着基督教信仰，到了你爸爸那代呢，就已經在猶豫了。到了你這代，你發現改信伊斯蘭教能讓全家的日子好過起來，那你就改了。第三呢是語言替換，突厥語成為統治者的語言、軍事語言和市場交易的語言。你想做官，那得會說突厥語；你想做生意，那還得會說突厥語。你想讓你的孩子以後有出息，你最好在家就開始給他講突厥語。原來那些希臘語和亞美尼亞語的社區，在100-200年的時間裡逐漸變成了雙語社區，再過100-200年就徹底的變成了突厥語社區。語言是身份認同的最後一道防線，這道防線一旦被突破，一個人即使在基因上100%是希臘人，但他在文化和心理上也已經是土耳其人了。這3個過程同時發生，互相加速。通婚帶來了血緣的混合，宗教轉化改變了精神世界，語言替換抹掉了最後的記憶。幾百年下來，安納托利亞的全貌就徹底變了。原來的居民雖然沒有被趕走或者是被消滅，他們還在那裡，但他們已經不記得自己以前是誰了。
公元1299年，在安納托利亞的西北角，一個小的不能再小的突厥部落首領宣布獨立建國，他叫奧斯曼。他的部落就駐紮在拜占庭帝國邊境線上的一小片地方，手下的兵力呢，可能還不到1萬人。如果你在那個時候告訴任何一個人，這個小小的邊境部落將來會建立起一個橫跨3大洲、延續600多年的帝國，那肯定沒人會相信。但奧斯曼家族確實做到了。他們的擴張路徑其實挺有規律的，先是吃掉周圍那些更弱的突厥小政權，然後蚕食拜占庭在安納托利亞僅剩的領土，接着跨過海峽進入巴爾幹半島。到了1453年，奧斯曼的後代穆罕默德2世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國正式滅亡。那座屹立了1000多年的城市從此改名叫伊斯坦布爾。奧斯曼帝國在巔峰時期的疆域有多大呢？往西到了匈牙利和维也纳的城牆下面，往南包括整個北非海岸線和阿拉伯半島，往東深入伊拉克和波斯邊境，地中海差不多就變成了他們的內湖。從蘇萊曼大帝的時代開始，奧斯曼帝國就是歐洲人口中那個讓人又怕又恨的大土耳其人。但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悖論啊，奧斯曼帝國越強大，它內部的民族融合就越複雜。突厥血統這個概念在600年的帝國歷史中被稀釋到了一個你幾乎無法想象的程度。你看奧斯曼蘇丹的後宮就知道了，從穆罕默德2世開始，蘇丹們的母親絕大多數都不是突厥女性，她們來自巴爾幹，來自烏克蘭，還有這個高加索地區，很多是被擄掠或者買來的奴隸，其中大量是斯拉夫人、希臘人、格魯吉亞人、切爾克斯人。歷史學家呢做過統計，奧斯曼帝國中後期的蘇丹們在基因上可能只剩下很少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最初那個突厥小部落了。不光是皇室，整個帝國的統治階層都是一個大熔爐。奧斯曼帝國有一套非常獨特的制度，叫德夫希爾梅，也就是血供制度。帝國定期從巴尔干的基督教家庭中甄選年幼的男孩，把他們带到伊斯坦布爾，改信伊斯蘭教，接受精英教育和軍事訓練，然後讓他們進入帝国的官僚系統，或者加入禁衛軍，也就是著名的耶尼切里新軍。很多奧斯曼帝国最有權勢的大维齐爾，也就是首相，實際上是塞爾維亞人、波斯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或者是希臘人出身。他們在文化上完全是奧斯曼穆斯林，但在血統上跟突厥草原沒有半毛錢關係。帝國的底層社會也是一樣，600年的統治期間，安納托利亞持續接收着來自帝國各個角落的移民，巴爾幹的穆斯林、高加索的難民、克里米亞的韃靼人、中東的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他們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遷入安納托利亞，跟當地人通婚、定居、繁衍後代。每一次戰爭，每一次人口交換，每一次難民潮，都在往這個基因池子裡倒入新的成分。所以到了奧斯曼帝國末期，如果你隨便拉一個安納托利亞的普通穆斯林出來做基因檢測，你可能會在他身上同時找到希臘的、亞美尼亞的、斯拉夫的、高加索的、庫爾德的、阿拉伯的成分，當然也有一小部分來自中亞的突厥成分。這些東西混在一起，搅了600年，早就分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前面講了那麼多歷史，講的都是人怎麼走的，怎麼打的，怎麼融合的。但歷史畢竟是人寫的，寫的人有立場，有遺漏，有時候還有故意的扭曲。所以當科學家終於有能力直接去讀人類細胞裡的遺傳密碼時，所有那些爭了幾百年的問題啊，終於有了一個可以驗證的渠道。過去20多年裡，有好幾项大規模的基因研究專門針對现代土耳其人做了取樣和分析，研究方法各有不同，有的侧重 Y 染色体，也就是父系遺傳，有的側重线粒体 DNA， 也就是母系遺傳，有的呢是做长染色體全基因組分析，就是把你的整個基因組都摊開來看。但結論的大方向
出奇的一致。先說父系，Y 染色體是从父親傳給兒子的，中間基本不重組，所以它能追蹤一個人的純父系血統，一路往回追幾千年。現代土耳其男性的 Y 染色體單倍群構成是這樣的，佔比最大的那幾個類全都是典型的西亞和安納托利亞本地成分，其中 J2 在土耳其男性中的比例大概占到 20% 左右。這個單倍群在整個地中海東部和中東地區都非常普遍，從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在安納托利亞扎根了。R1b 和 G 也類似，都是跟這片土地綁了幾千年的老居民標記。那麼來自中亞和東亞的成分呢？研究人員特別關注的是，在一些東亞和中亞游牧民族中高頻出現的單倍群，比如 C 和 O， 還有部分類型的 N 和 Q。這些標記在現代土耳其男性中確實存在，但比例相當低。不同的研究給出的數字略有差異，但大多數結果落在 8% 到 15% 之間。有些研究甚至給出了更低的数字，只有 5% 到 10%。再看母系，线粒體 DNA 從母親傳給所有子女，追蹤的是純母系血統。這條線上的結果更加明顯。現代土耳其女性的線粒體單倍群幾乎全部是西歐亞成分，跟希臘人、亞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的分布高度重疊。來自東亞和中亞的母系成分比父系還少，大多數研究給出的比例不超過 5%。這就意味着歷史記載和基因數據在這一點上是完全吻合的。進入安納托利亞的突厥人以男性為主，他們帶來了自己的 Y 染色體，但大量迎娶了當地女性，所以母系基因池幾乎沒怎麼被改变。最後看常染色體，也就是把整個基因組放到一起做混合比例的計算。這個分析最全面，也最能反映一個人真實的遺傳構成。最後看常染色體，也就是把整個基因組放到一起做混合比例的計算。這個分析最全面，也最能反映一個人真實的遺傳構成。多項研究的結論是，現代土耳其人的基因組中，來自中亞和東亞方向的遺傳貢獻大概在 10% 到 20% 之間，剩下的 80% 到 90% 來自安納托利亞本地、南歐還有高加索和中東地區的古老人群。好，你把這個數字放在心裡感受一下。一個現代土耳其人走在伊斯坦布爾大街上，說着流利的突厥語，過着穆斯林的節日，可能還特別熱愛自己的突厥認同，但他身體裡將近 85% 的基因都是來自那些在突厥人到來之前就已經在安納托利亞生活了幾千年的人。數字這個東西單獨看的時候有時候感覺不太真切。這個 10% 到 20% 的中亞成分聽起來好像也不算太少吧，但你把土耳其人的数据跟中亞那些同樣說突厥語的民族放在一起一比，差距立刻就出来了。哈薩克人這個民族生活在中亞大草原上，今天哈薩克斯坦有將近2000萬的人口，絕大多數是哈薩克族，他們說的語言屬於突厥語族欽察語支，跟土耳其語有親緣關係，但在現在的日常交流中相互已經聽不太懂了。哈薩克人的基因構成是什麼樣的呢？他們的東亞和中亞成分占到了 60% 到 70%， Y 染色體裡面 C 系单倍群的比例非常高，這是蒙古高原和中亞游牧民族的典型標記。你把一個哈薩克人和一個蒙古人的基因放在一起看，重合度那相當高，再把它和一个土耳其人放在一起看，那差距就大得像两個世界的人。吉爾吉斯也是這樣的類似的情況。吉爾吉斯斯坦這個國家雖然小，但吉爾吉斯族的遺傳基因數據那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們的東亞成分同樣很高，
大約在50%到60%之間。有些偏遠山區的吉爾吉斯社區，東亞成分甚至能占到70%以上。他們長什麼樣，你大概能想象得到，跟東亞人的面部特徵有明顯的相似性。很多吉爾吉斯人啊，看起來跟这個蒙古人、跟中國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很像。咱们下面說這個烏茲別克人。這個烏茲別克人稍微複雜一點。烏茲別克斯坦處在一個交匯地帶，在歷史上受波斯文化的影響很深，所以烏茲別克人的基因裡西歐亞成分比哈薩克和吉爾吉斯都高。但即便如此，他們的東亞和中亞成分也普遍在30%到40%之間，仍然遠高於土耳其人。那土庫曼人呢？土庫曼人是一個特別值得拿來做比較的對象，因為土庫曼人在語言上跟土耳其人最接近，他們說的土庫曼語和土耳其語屬於同一個語支，也就是烏古斯語支。按照語言學的分類，他們是土耳其人最近的語言親戚，而土庫曼人的祖先也是烏古斯部落聯盟的一部分，跟後來進入安納托利亞的那些塞爾柱突厥人本來就是一家人。那麼土庫曼人的基因長什麼樣呢？他們的東亞和中亞成分大概在20%到35%之間，比土耳其人高出一大截，但又比哈薩克和吉爾吉斯低很多。那這個階梯狀的分布規律就特別清楚了，離原始突厥故地越遠，遷徙路上跟其他族群混合越多的突厥語民族，東亞和中亞的基因成分也就越低。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基本上就待在中亞沒怎麼動過，所以他們保留了最多的東亞遺傳成分。土庫曼人往西走了一段，混了一些波斯成分，但還在中亞的範圍內。而土耳其人走得最遠，一路走到了安納托利亞，進入了一個人口密度遠高於中亞草原的古老定居文明區，被當地的基因池子大面積稀釋。所以，如果你非要在今天的突厥語世界裡找到一個跟古代蒙古高原突厥人基因最接近的民族，那肯定輪不到土耳其人。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排在最前面，土庫曼人和烏茲別克人排在中間。土耳其人和阿塞拜疆人在遺傳層面上其實更像是被突厥化了的西亞人。講到這裡，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浮出來了。如果現代土耳其人身上80%多的基因都來自安納托利亞的古老居民，那他們到底算不算突厥人呢？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回答起來一點都不簡單，因為它觸及了一個人類社會學裡最核心的爭論：一個民族的身份到底是由什麼來定義的？是血液裡流的東西，還是嘴裡說的這個語言？是你祖先來自哪裡，還是你今天覺得你自己是誰？人類學家有一個專門的術語來描述安納托利亞發生的這種現象，叫精英統治模型。這個模型的意思是，一小群軍事上佔優勢的外來者征服了一個人口眾多的定居社會，然後通過政治權力、宗教傳播和語言推廣，把自己的文化特徵強加給了被征服的多數人。最終的結果是，大多數人在基因上還是原來那批人，但在語言和宗教還有自我認同上，已經徹底的變成了征服者的樣子。這種事兒在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匈牙利就是一個經典案例。馬扎爾人從烏拉爾山區來到多瑙河平原，征服了當地的斯拉夫人和其他族群，建立了匈牙利王國。今天的匈牙利人說匈牙利語是一種烏拉爾語系的語言，跟周圍所有鄰居說的印歐語都不一樣。但如果你去做基因檢測，現代匈牙利人的遺傳構成跟他們的奧地利、斯洛伐克鄰居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原始馬扎爾人的東亞和烏拉爾成分在匈牙利人的基因池裡
只剩下了幾%的痕跡，語言留下來了，基因被稀釋了。拉丁美洲也是一樣，今天的墨西哥人說西班牙語，信仰天主教，文化上呢，認同自己是拉丁裔，但你看他們的基因構成，大量的美洲原住民成分赫然在目。西班牙殖民者帶來了語言和宗教，但原住民的基因從未消失。土耳其的案例和這些例子在本質上是一回事，只是規模更大，時間跨度更長，涉及的文明層次更複雜。突厥牧民帶來了突厥語和伊斯蘭教，這兩樣東西在幾百年的時間裡完全替換了安納托利亞原有的希臘語和基督教，但原住民的基因並沒有被替換，他們只是穿上了一層新的文化外衣。所以你問土耳其人是不是突厥人，答案取決於你用什麼標準。如果你說的是文化和語言，那他們100%是突厥人。他們說突厥語，保留着突厥的民族傳統和歷史記憶，國家認同建立在突厥這個概念之上。如果你說的是血統和基因，那他們主要是安納托利亞人，身上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中亞草原的遺傳貢獻。兩個答案都是對的，取決於你在問什麼。這其實揭示了一個比土耳其本身更大的道理：民族这個概念從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生物學範疇，沒有哪個現代民族的基因是純的，一個都沒有。民族是人類社會在歷史長河中不斷構建、拆解、重組的產物。它是語言，是記憶，是故事，是共同經歷過的苦難和榮耀，是你今天站在這裡選擇認同的那個群體。基因只是底層的硬件，文化才是真正運行的操作系統。同樣的硬件裝在不同的系統，跑出來的東西完全不一樣。公元6世紀，阿爾泰山腳下，一群給柔然人打鐵的小部落第一次被寫進了中國的史書。突厥這兩個字就這樣安安靜靜地出現在了竹簡和紙頁上面。寫下這兩個字的人大概不會想到，它將變成整個歐亞大陸上生命力最強的一個名字。從那個時候算起到今天，差不多1500年了。這1500年裡，突厥這個標籤經歷了太多次的變形。它最早指的是阿史那家族領導下的那個特定的部落聯盟，然後它變成了一個韓國的名字，一個跨越草原的符號。韓國滅亡之後，它碎成了無數片，變成了回鶻、格羅路、烏古斯、欽察、科普恰克，每一片都帶着突厥語言的基因四處飄散。再後來，他穿上了伊斯蘭教的外衣，變成了塞爾柱，變成了奧斯曼。到了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中崩塌，一個叫穆斯塔法·凱穆爾的軍人從廢墟裡站了起來，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民族國家。他給他起的名字叫土耳其。土耳其 Turkey 詞根就是突厥。凱穆爾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需要給這個新生的國家找到一個身份锚點，一個能把所有安納托利亞穆斯林捏在一起的共同敘事。他選擇了突厥。他讓人編寫新的歷史教科書，把土耳其人的歷史從安納托利亞一路往回追溯到中亞草原，追溯到蒙古高原，追溯到匈奴。這套敘事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個剛剛從多民族帝國廢墟中獨立出來的新國家，急需一個清晰的民族故事來凝聚人心。但科學不管你的政治需要， DNA 數據擺在那裡，它告訴我們的是一個更複雜、更有趣的故事。現代土耳其人是一個多層次融合的產物，最底層是安納托利亞幾千年來積累的古老基因，赫梯的、希臘的、亞美尼亞的、高加索的、波斯的。中間那一層是公元11世紀之後突厥牧民帶進來的中亞成分，
雖然比例不大，但它帶來了語言和宗教這兩樣最具穿透力的文化工具。最上面那一層是奧斯曼帝國600年間從巴爾幹、從黑海沿岸、從中東各地持續匯入的各種人群。這3層混在一起，才構成了今天土耳其人的全貌。所以回到我們最開頭的那個問題，土耳其人是中國古代突厥人的後代嗎？答案是，他們確實繼承了突厥人的語言和文化記憶，在基因上也確實攜帶着一部分來自中亞方向的遺傳成分，但他們同時也是安納托利亞數千年文明的繼承者，是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和波斯人和高加索人的後代，是所有曾經在这片土地上生活過的人共同留下的結晶。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他們的嘴巴是突厥的，他們的身体大部分是安納托利亞的。突厥這個詞能活1500年，靠的從來不是某一組特定的基因，它靠的是語言的傳染力、信仰的凝聚力，還有一代又一代人選擇認同它的那個決定。一個名字，只要有人願意用它來稱呼自己，它就不會死。從阿爾泰山到博斯普魯斯海峽，這條路走了1500年，走這條路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臉換了，基因換了，信仰換了，連走路的方向都換了好幾回。但在那個最初的鐵砧旁邊被喊出來的名字，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是一直沒有斷。也許一個民族真正的生命力從來就不藏在血管裡，它藏在故事裡，藏在那些被反覆講述、反覆相信的記憶裡。